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Angie。今天的影片没有 Vivian， 因为我是很临时想要录的，然后他现在正在忙，他人在加拿大，然后我这边去打了就是第一剂的，就是新型冠状病毒的疫苗。那我就在这边分享我个人就是打疫苗的一些经验，还有我自己本身的一些副作用，还有我本人的看法这样子。好，然后我现在所在地区是在加拿大温哥华，他们现在目前的政策是分就是第一阶段、第二阶段、第三阶段还有第四阶段。第一期12月到2月呢是优先给一些80岁以上的老人，然后还有一些高危险的人士，像前线的医护人员，你需要就是密切的接触这些新冠的病人，他们就算是在第一阶段高危险，可以先优先施打的。然后第二阶段是第一期还没有打到的那些老人可以继续的施打，然后再来就是医护人员，但是没有到前线的风险这么大。然后我个人的职业是呼吸治疗师，所以它也算是属于在医护人员里面。可是因为我没有需要直接的接触 COVID-19 的病人，所以我的优先顺序就没有那么前面，我必须要等到前线的医护人员都已经打完，我才可以打。那其实要不要打呢？我心中其实有一些挣扎，这个等一下可以再跟大家聊。可是其实我是有就是思考过到底要不要去打这个疫苗，因为不得不说还是有听到一些就是比较不好的一些新闻，所以我也是有犹豫。昨天呢，就是我跟我的同事被通知就是有空位之后呢，我们两个就立刻到了就是施打的现场，就是排队等待打。那我们没有排很久，其实很快就可以打了。去的时候他会让你填一张问卷，那个问卷就是会问你有没有得过 COVID， 然后你有没有一些就是 allergy 有没有过敏啊，或是你有没有一些其他的健康的风险在。然后他回答这些问卷之后，他就会把你带到一个施打的地方，然后那个医护人员就会帮我打。打的时候呢是不会觉得痛的，因为我没有什么感觉。然后当下就是录影，然后打完之后呢，他就会让你一定要在那边等15分钟，他要确保你没有事情，他才会放你走。然后所以在那15分钟我也没有身体有什么异样，就是15分钟没事之后他们就放我，那我就回家了。然后是在我打完的差不多过了2-3个小时之后呢，我的症状就开始越来越明显了。所以我其实在打之前我就已经看过，我知道大概会有什么样的副作用。那最常见的呢就是会有手臂会有酸痛、疼痛，然后你可能会有发烧，或是头恶心想吐的症状。我自己最严重呢，就是我整个右边的肩膀，就是到我的后面的肩膀跟颈部，就是还有手臂施打的位置，非常的痛。以前我打疫苗呢，我也会有一些酸痛的反应，可是他这次打完的那个痛度是，我觉得比以前打的强度是有超过就是5倍这样。然后它就很像是有人，就是很像你撞到，然后整个这边是有点淤青的状况的那一种痛。我连睡觉我也没有办法就是侧睡一边，因为我只要压到我就会很痛。然后我还就是必须要吃2颗就是 painkiller 那个止痛药，我才有办法睡得着。所以我在手臂酸痛的这个症状上面算是非常的明显。那另外呢，我还有一些轻微的发冷，跟就是有一点点头晕，然后全身无力，就是我一回家我就立刻倒头就睡，就是我就变成整个人有点虚脱的状况。所以这个是我觉得算是轻微的，但是我觉得手臂痛是就整个酸痛是很明显的。如果你是在3天内有这些症状都是很正常的。然后他们是说，如果3天之后这些症状有更严重，就越来越严重的话，他就是会要求你打一个电话去跟他们就是 report， 就是这边是打81这样子。我昨天晚上差不多傍晚5-6点打的，今天早上起来呢，我的这个疼痛呢，就是也还是没有消失，然后主要全身还是有点无力的状态，所以我有点没有办法起床去上班，我就传简讯给我的 manager， 我就 call in sick 请假了。然后结果我就发现，就是昨天跟我一起去打这个疫苗的同事，他也请假，就是他也是 call in sick。然后我就传简讯问他说你还好吗？然后他就跟我讲说他也有相同的症状。那他是形容说好像有人拿那个棒球棒就是 K 他。总之就是我跟我同事的就是症状就还蛮明显的。很多人说第2剂这个症状会更严重这样，所以我已经做好心理准备。我觉得明天应该后天估计就会好很多了。然后我可以之后再录之后的那个就是状况的更新，然后跟大家分享就是我打完之后72个小时的身体变化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现在距离打完疫苗呢已经过了就是48个小时跟72个小时，然后我想要跟大家就是更新一下我打完的状况。基本上我在打完疫苗过了48个小时之后，我的症状都已经完全消失了。我本来还很担心会不会还需要再请假1天，可是过了48个小时之后呢，我的打完疫苗的副作用就是已经都不见了，就是身体好很多了。我知道很多人会很担心打完疫苗的副作用，因为我跟别人不太一样，很多人打完第1剂是基本上没有什么感觉，或者是症状很轻微，但是我打完第1剂的症状算是反应很大。
可是很短。那我还不知道我打完第2剂会怎么样，可能之后打完第2剂可以再跟大家分享更新一下。我有点想要就是跟大家聊一下，就是我对这些疫苗的看法，然后还有比较常见的一些问题。其中一个很多人问我的问题呢，就是我打的是哪一间的疫苗？我打的是Pfizer， 就是辉瑞的疫苗。然后基本上加拿大现在批准的疫苗有3家的疫苗，辉瑞、Pfizer、Moderna、莫德纳，还有 AstraZeneca 这3家的疫苗是已经批准，就是符合资格然后安全使用的。就是 Pfizer 他们家的疫苗是16岁以上就可以打了，然后 Moderna 跟就是 AstraZeneca 他们家是要到18岁以上才可以做施打。然后目前为止呢，如果你是有怀孕的孕妇呢，他们也不建议打，因为在目前为止的数据里面，他们还没有证明小孩子跟孕妇是打这个疫苗是会安全的，因为还没有就是完整的这个实验报告出来。这3家的疫苗都是一共要打2剂才会就是完全的有效。至于就是有效的程度来说呢，在 Pfizer 跟 Moderna 他们这个数据当中，他们是显示有差不多94到95% 有效的。然后 AstraZeneca 呢好像比较低一点点，然后 AstraZeneca 呢是目前为止的数据是只有62% 有效，可是他们做的测试是分成2个族群。那第一个族群是第1剂跟第2剂都是打完整的剂量，然后发现他们的有效率只有62%。然后另外一个族群呢，他们测试的是第1剂只打一半的剂量，然后第2剂打完整的剂量，然后他们发现这样子的有效程度比较高，可以达到90%。那这几个疫苗呢，可以选吗？现在人在加拿大的政府是不能让你选疫苗的，也许过了很多年之后，你是可以有机会选择的。然后呢，就是说实话呢，就是我身边到现在还是会有很多人对于疫苗的安全性呢，会有一些质疑跟担忧。其实很多人，包括我自己，在对疫苗还没有很深刻的就是了解之前呢，都会有一些质疑，就是会有点犹豫说，到底要不要打这个疫苗？到底会不会打了之后本来没事的，然后打了之后我还变成就是更严重，或是可能会有死亡的状况。那我个人为什么会选择打这个疫苗呢？因为毕竟就是我从事的工作还是会接触很多病人，我觉得是为了我自己，也为了我接触的人。我希望这个疫情可以赶快过去，然后每天确诊的人数可以逐渐的下降，然后看到这个疫情有很快的可以真的是受到控制，然后得到好转，所以我才会决定去打。虽然打疫苗一定有所谓严重副作用或是不良反应的风险在，它毕竟还是疫苗，可是就现在目前为止的报告就是跟数据来说是安全的。我们已经知道的是，如果今天你得到新冠肺炎 COVID-19 会有的症状以及副作用，它可能会让你的身体留下永久性的伤害，还有一些就是免疫系统不好的人，他们这个死亡率也是很高的，这个是我们已经知道的数据。所以我后来想想，我觉得我现在会宁愿去打这个疫苗，去避免我得到这个 COVID-19。那光是之前我就会觉得打的好处应该还是比坏处多。打不打这个疫苗呢？我觉得最终还是个人的决定，因为毕竟这个疫苗是开始施打之后都还没有超过1年的时间。有些人对这个安全性是有疑虑的，还想要观望，我觉得完全是可以理解的。就是有机会打，然后决定不去打的这些人呢，我也不会说他们就是不在乎这个疫情的状况。我相信每个人都是希望这个疫情可以停止的，我相信没有一个人喜欢现在这样的状态。可是毕竟是自己的身体，因为各种的评估跟考量而决定不去打，想要再观望一段时间的，我觉得也可以理解。可是我会鼓励大家先做足够资讯的这些摄取，再来做这个决定。就是不要只听人家说，像有些人会说，其实现在疫苗呢是政府的阴谋，他们想要植入一些晶片，或是其实他们就是想要把这个 COVID-19 的病毒打到你的身体里面，所以你会有抗体。像这样子完全没有根据的说法呢，我就会觉得比较不可信一点点这样。那其实这个新冠病毒的疫苗其实不是这样，它不是打真正的就是把真的病毒打到你的身体里面。它呢是怎么运作的呢？像 Pfizer、Moderna 他们家、辉瑞跟莫德纳他们家的疫苗呢，他们是使用 mRNA 的技术。mRNA 它是一个讯息，当他们把这个疫苗注射到你的身体里面以后呢，它会给你的身体一个指令，要开始制造蛋白质。那这个蛋白质呢是身体以前没有出现过的，所以它就会触发你身体的免疫系统。这个就是上帝创造人类身体奇妙的地方，因为你的身体就会自己开始有免疫系统会开始制造这个 antibodies 抗体。当你的身体已经制造了这些抗体之后，如果未来你得到了这个新冠肺炎的病毒，你的身体就会有这个免疫系统跟这个抗体去反抗这个病毒，那你就不会有这么严重的症状。所以疫苗不是把就是 COVID 的病毒打到你的身体里面。那 AstraZeneca 它使用的技术呢就稍微有点不一样，它不是 mRNA， 它是 DNA virus。那详细就是到底它在你的身体是怎么运作的呢？我查了一些资料，然后我会放在资讯栏，就是有一些
些英文跟中文的资料的来源，然后如果有兴趣的人可以去看一下它到底是怎么运作的，因为我可能不是很会解释，所以大家我觉得直接去看，他们解释的非常的好。目前为止呢Pfizer 跟 Moderna 的疫苗的有效的这个程度是证明是比较高的，就是4到95%。可是他们有他们的缺点，他们的缺点就是呢，他们比较贵，而且他们的储存条件比较严格一点，一定要在就是非常冷的状况下才能够运输。好像 Pfizer 需要到零下70度，另外一个需要到零下20度。AstraZeneca 这个疫苗它是没有这个温度的限制的，它不需要非常非常的冷，所以对于一些比较难有这些就是储存条件的国家呢，它就是一个很好的优点这样子。然后呢，还有就是一个蛮多人也会问的问题，就是打这个疫苗要钱吗？在加拿大打疫苗是不需要钱的，就是它是有不同的阶段嘛。那如果你在你那个阶段你是可以打疫苗的呢，你是不用付任何费用的，它是免费的。这样未来会不会有变化呢？还不知道。可是现在目前来讲，打疫苗是免费的。还有就是打完疫苗就可以不用戴口罩了吗？我就会完全免疫吗？答案是 no。打了疫苗之后呢，不代表你就不会传染给别人，就完全不会得到，它还是有机会。可是它会大大的降低你有非常严重的反应跟症状的这个几率。疫情完全受到控制呢，跟政府如果开始规定不用戴口罩之前呢，大家还是要好好的戴口罩。好，我在这边跟大家做个总结呢，就是我觉得打疫苗之前需要知道的几个事情，就是你要知道它可能会有的副作用是哪一些，然后它的时间应该有多长。打完疫苗在过了48个小时甚至72个小时之后，你的副作用还是很明显，甚至有更严重的状况呢，就一定要去医院就诊。有心理准备不代表说你一定会有很严重的反应，只是它可能会出现的副作用，因为每一个人的身体不一样。OK， 好，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了。那对于疫苗，如果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呢，欢迎大家在底下留言，我知道答案的话我会尽量回答，但是一切的关于疫苗的资讯呢，都还是要根据政府跟卫生部他们所颁发的资讯为主，我讲的也都只是我在就是网络上查到的一些资料。好，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了，谢谢大家的观看，祝大家都有美好的一天，希望这个疫情赶快过去咯，拜拜。